战国时期，楚国襄王在位，在楚都郢城以北100里之外，有一个小村庄，村子里住着一个叫田哥的少年。田哥从小父母双亡，靠给村里的财主养羊为生。他养着30多只羊，每天清晨赶着羊群到山坡上吃草，傍晚再把它们赶回羊圈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生活虽然清苦，倒也安稳。田哥的羊圈很简陋，几根木桩钉在地上，围着一圈篱笆，篱笆是柳条编的，用了好几年，有些地方已经松动破损。村里人早就劝过他，田哥，你那羊圈该修修了，东边那块篱笆都歪了，夜里来了野兽可怎么？田哥总是满不在乎地说，没事没事，这几年不也好好的，再说我每天早出晚归，盯住呢，出不了岔子。他没把这些话放在心上。这天清晨，田哥像往常一样打开羊圈的门，准备赶羊上山。他数了数羊，29只，不对，应该是30只。他又数了一遍，还是29只。田哥心里咯噔一下，连忙走进羊圈仔细查看。他绕着羊圈走了一圈，发现东边的篱笆墙根下有一个大洞，洞口的泥土还是新鲜的，上面沾着羊毛。该死的野狼！田哥跺了跺脚，骂了一句。隔壁的老汉王伯路过，探头看了看，摇头叹气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篱笆坏了要早点修，你不听，现在丢了羊，后悔了吧？田哥嘴硬，不就丢了1只羊吗？算我倒霉，还有29只呢，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。他没有修篱笆，只是用几块石头把洞堵了堵，就赶着羊上了山。王伯看着他的背影，摇了摇头。当天夜里，田哥睡得很沉。第二天清晨，他照例去开羊圈的门，1、2、3、4，数到最后，他的手停住了，28只，又少了1只。田哥疯了一样跑进羊圈，那个洞还在，石头被推到了一边，洞口比昨天又大了1圈，地上有血迹，还有野狼的脚印。该死，该死！田哥狠狠地踢了一脚篱笆，篱笆哗啦一声又塌了一片。王伯又来了，他站在篱笆外面，看着气急败坏的田哥，缓缓说道，田哥啊，丢第1只羊的时候，你如果马上把篱笆修好，第2只羊就不会丢了。现在你还要等吗？田哥蹲在地上，双手抱头，不说话。王伯继续说，我听说城里来了一位庄先生，很有学问，专门给人讲道理，你要是有空，进城去听听，或许能开窍。田哥抬起头，眼里满是迷茫。田哥进城了，他倒不是为了听什么学问，而是想去卖2只羊换些钱，好重新买木料修羊圈。在城里的集市上，他听说楚国的朝堂上正发生一件大事，人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听说了吗？庄辛大夫被大王赶出郢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庄大夫劝谏大王，说朝中有人奢侈腐化，再这样下去，楚国要亡。大王听不进去，一怒之下把他赶走了。田哥听得似懂非懂，他牵着羊穿过集市，走到城门口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中年人正坐在城墙根下晒太阳。那人穿着粗布衣裳，面容清瘦，目光却很明亮。他身边放着一卷竹简，手里拿着一根树枝，在地上写写画画。田哥好奇地凑过去看，只见地上写着几行字，见兔而顾犬，未为晚也；亡羊而补牢，未为迟也。田哥认得几个字，念了出来，亡羊补牢。那中年人抬起头，微微一笑，小兄弟，你养羊？田哥点点头，我养了30只羊，丢了2只了。篱笆破了，破了，修了吗？田哥低下头，还没有。庄辛把树枝往地上一插，正色道，小兄弟，丢了羊才修羊圈，虽然晚了，但总比不修好。你今天回去就修，剩下的28只羊就保住了。庄辛叹了口气，目光望向远方，像是对田哥说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，我对大王也是这样说的。楚国就像一个大羊圈，那些奢侈腐化的权臣就是篱笆上的洞，现在已经丢了一些羊了，失去了土地，失去了民心，如果不赶快修补，还会丢更多。可是大王，他没有说下去，只是苦笑了一声。田哥站在那里，手里牵着羊，心里翻江倒海。他想起自己丢了第1只羊的时候，王伯劝他修篱笆，他没听。
他想起自己丢了第二只羊的时候，还在怪野狼太狡猾，却没怪自己太懒惰。他突然觉得自己和那个不听劝谏的楚王也没什么两样。田哥把羊拴在树上，对着庄心深深鞠了一躬：“先生，谢谢您，我这就回去修羊圈。”他转身就跑，跑了几步又回头：“先生，您说的那个亡羊补牢，我会记住的。”庄心看着他奔跑的背影，微微一笑，低声念道：“亡羊而补牢，未未迟也，未未迟也。”田哥一路跑回了村子，气喘吁吁的找到王伯：“王伯，借我斧头和锯子，我要修羊圈。”王伯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哟，开窍了。”田哥不好意思的挠挠头，进城遇到一位先生，他给我讲了道理，我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下去羊要丢光了。王伯把工具递给他，又从自家柴房搬出几根上好的木头，拿去用。我早就说你那篱笆不行，柳条编的，风一吹就歪，要用木桩，埋深一点，砸实了才结实。田哥接过工具，二话不说干了起来。他先拆掉了那些破破烂烂的柳条篱笆，一根一根拔出来，堆在一起，然后开始挖坑，埋木桩。秋天的泥土又硬又黏，锄头挖下去震得虎口发麻。他挖了一个又一个坑，汗水顺住脸颊往下淌，滴在泥土里。王伯拄着拐杖站在一旁指挥：“那个坑不够深，再挖1尺。这个木桩歪了，往左扶一扶。对，就这样，砸实了。”田哥从中午一直干到太阳落山，终于把一圈新篱笆立了起来。新的羊圈比原来结实10倍，木桩都是碗口粗的松木，一根挨一根，间隙只有拳头大，别说野狼，就是一只兔子也钻不进去。他把羊群赶进新羊圈，数了数，28只，一只不少。那天晚上，田哥睡得很踏实，没有梦到野狼，也没有梦到丢羊。第二天清晨，他打开羊圈的门，阳光洒进来，28只羊咩咩叫着，挤挤挨挨的往外走。田哥站在门口看着他们，忽然笑了。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亡羊补牢，未未迟也。”此后的日子里，田哥养成了习惯，每天傍晚赶羊回来，他都要绕着羊圈走一圈，看看哪里有松动，哪里有破损，当天发现当天修。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。2年后，他的羊从28只变成了50只，又过了2年，从50只变成了100只。田哥成了方圆10里最大的养羊户。他盖了新房子，娶了媳妇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人们问他发家的秘诀，他总是说没什么秘诀，就是记住了一句话：亡羊补牢，未未迟也。犯了错不要紧，只要肯改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田哥的故事是一个小故事，而庄心和楚襄王的故事是一个大故事。田哥进城遇到庄心的时候，庄心刚刚被楚襄王赶出郢都。为什么？因为庄心说的话太刺耳。那时的楚国已经不是当年问鼎中原的强国了。庄心看不下去，对楚襄王说：“大王身边尽是奢侈浪费、不顾国政的人，楚国危在旦夕了。”楚襄王正在享乐，听了这话很不高兴：“你是在危言耸听吗？还是说你看不到楚国的强大？”庄心说：“臣当然看到楚国的强大，但臣更看到了楚国的隐患。”楚襄王勃然大怒：“你是在诅咒楚国吗？滚出去！”庄心被赶出了郢都，去了赵国。他没有说错，只是说的太早了5个月。5个月后，秦国大将白起率军大举攻楚，楚军节节败退，秦军一路南下，势如破竹，鄢城陷落，郢都失守。楚襄王狼狈地逃到了陈城，楚国的宗庙被烧毁，先王的陵墓被挖掘，无数百姓流离失所。那个曾经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，一夜之间成了丧家之犬。楚襄王逃到陈城后，惊魂甫定，忽然想起了庄心的话。他坐在简陋的行宫里，反复回想庄心说过的每一个字：“快派人去赵国，把庄心请回来。”楚襄王几乎是喊出来的。使者星夜兼程赶往赵国，找到了庄心。庄心听到楚襄王派人来请他，沉默了很久。使者跪在地上，连连磕头：“庄大夫，大王后悔了，他知道错了，请您一定要回去。”庄心叹了一口气，跟住使者回到了楚国。陈城的行宫里
楚襄王见了庄辛，脸上满是羞愧，他走下台阶，亲自扶起庄辛，说：先生，当初我没有听你的话，现在弄成这个样子，我该怎么办？庄辛看着这位曾经赶走自己的国王，没有讥讽，也没有责备，他只是平静地说了那几句让田哥记了一辈子的话。臣听过一句话，看见兔子才回头找猎犬，还不算太晚，羊丢了才修补羊圈，也还不算太迟。如今楚国虽然丢了郢都，失去了大片土地，但还有几千里的疆域，还有几百万的百姓，只要大王痛改前非，远离小人，任用贤臣，抚恤百姓，厉兵秣马，楚国完全可以重新强大起来。庄辛看着楚襄王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大王，现在不是灰心丧气的时候，而是奋起直追的时候，亡羊补牢，未未迟也。楚襄王的眼泪流了下来，从那天起，他像换了一个人，他疏远了那些佞臣，重用庄辛等贤臣，减轻赋税，安抚百姓，训练军队。虽然失去了郢都，但楚国的元气慢慢恢复了。此后数十年，楚国虽然没有回到鼎盛时期，但一直稳稳地立在南方，直到战国末期才被秦国所灭。亡羊补牢这个成语从此流传下来，它讲的不仅仅是修羊圈的事，而是一个人生的道理。谁都会犯错，谁都会有失误，重要的不是没有过失，而是在发现过失之后，能不能及时改正。有的人丢了一只羊，不当回事，丢了第二只，后悔一下，还是不修篱笆，等到羊全部丢光了，才痛哭流涕，那时候再修羊圈还有什么用呢？但也有人犯了错之后，能够幡然醒悟，立刻行动。田哥是这样的人，他丢了2只羊之后，听进了庄辛的话，马上修好了羊圈，保住了剩下的28只羊，后来还把羊群发展到了100只。楚襄王也是这样的人，他丢了郢都，丢了宗庙，丢了先王的陵墓，但他听进了庄辛的话，亡羊补牢，让楚国又延续了几十年。他们都曾经犯错，都曾经付出代价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及时回头。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犯错，而是知错不改。最可悲的不是亡羊，而是亡了羊还不补牢。只要还有羊在，只要还有时间，什么时候开始修补都不算太晚。怕就怕你永远在等明天，而明天可能永远不会来。亡羊补牢比喻出了问题后及时补救，虽然有些晚，但总比不补要好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难免会犯错，但只要能够及时醒悟，立即改正，就还有挽回的机会。怕的不是犯错，而是知错不改，一错再错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愿意行动，就永远不嫌晚。